大家在校园或者是公园散步的时候，一定都会经常看到一种跟鸽子长得很像的鸟类。有些人可能不太会分辨这个物种的标准特征，不过同时也很好奇，这到底是什么可爱的鸟？怎么好像不太怕人一样？喜欢在家里的庭院还有路边徘徊，嘴巴好像也都正在吃着什么东西似的。今天我们要来介绍斑鸠。在影片开始之前，这是一个专门介绍动物知识的频道。如果大家跟我一样也很喜欢这些动物知识内容的话，不要忘了订阅我的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任何有趣的影片哦。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介绍这种看起来肥肥可爱，又好像整天都很忙碌的都市伙伴——斑鸠吧。嗨，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鹦鹉小木 Jack，A.K.A 泰神企业杰克阿成。目前台湾最常见到的斑鸠叫做珠颈斑鸠，这个物种几乎全台湾都有分布哦。很多小朋友看到这种鸟，也都会很兴奋地跑过去跟它互动。斑鸠这个物种体长大概28到32公分，体重的部分大约180克以内。最明显的特色就是它们的脖子上有一点一点的斑纹，有点像是珠子般的纹路，所以说就有了这个名称——珠颈斑鸠啦。但是你知道吗？它们并不是只有出现在台湾哦。其实，在许多的亚洲国家也都有出现这个物种出没的记载，或甚至到东南亚地区以及中国南方，这种鸟类也都是很常见的街头动物。斑鸠在科学上的分类属于动物界脊索动物门鸽形目鸠鸽科副斑鸠属的物种。它们的体型在外观上面看起来比一般看到的鸽子还要来得小，也有一条长长的尾巴。它们走起路的时候也会给人彬彬有礼的感觉，整体的姿态非常的美丽。斑鸠的叫声也很特别，会发出低沉浑厚的声音。有时候在保护自己的小孩，或者是在宣示地盘的时候，更是明显哦。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时候也会听见这个特殊的鸟叫声从窗户外面传进来。斑鸠吃的东西主要是果实，像很多校园或者是公园树木所生长的果实，长大成熟掉落到地板之后，便成为了斑鸠的飨宴。同时，它们也会跟鸽子一样，在附近的树下找寻一些谷物类还有种子来补充自己的热量。当然，那些斗胆在鸟类面前耍大刀的昆虫，都时常变成它们的下午茶。斑鸠喝水的动作也很特别，一般的鸟类喝了一口水之后，就会把头扬起，让嘴巴的水流到食道里面。但是这个动物斑鸠呢，它有一项特异功能，这种生物居然可以不用把头抬起来，直接低着头，就好像是喝饮料一样，把水咕噜咕噜的喝到肚子里面。这个动作又被叫做俯身吸水。许多人观察到这个现象，也都觉得相当的有趣。斑鸠的个性也相当温驯，我们可以观察到斑鸠跟人的相处状况、共存状况也都相当的良好。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到，斑鸠几乎都是独来独往的呢？没错，它们跟其他鸟类比较不一样的，还包括了斑鸠它是属于独来独往型的都市鸟类哦。跟麻雀比较不一样哦，它们比较不喜欢群体的行动，它们更是享受一个人的时间。悠游自在的在城市里面散步，虽然说他们看起来都不太害怕人，但是如果受到了惊吓，或者是被巨大的声音影响，也会用非常快的速度起飞。同时斑鸠的尾羽它在降落的时候会往上稍微弹一下，这个动作也相当的有趣哦。斑鸠它们在繁殖的阶段，翅膀是特别厉害的，飞行技术也是相当高超。雄性的斑鸠为了要吸引异性的注意，会展现一段非常厉害的舞蹈，例如直接用极度倾斜的角度，在空中来一场高难度的飞行，让他们所追求的对象可以看到他们高超的飞行技巧，还有强壮的身体。而且它们也是属于一夫一妻制的动物，在每年的春夏季节是它们的繁殖季，大约在5月到7月左右是它们繁殖的高峰时期。而且它们也会相互沟通，选择适合筑巢的地点，并且在一个适当的筑巢之处开始寻找一些适合筑巢的材料，像是树枝树叶等等天然的材质，去搭建一个可以适合生蛋的地方。但是专家也发现，某些斑鸠它们在筑巢的时候特别的漫不经心，有些斑鸠看起来还非常的懒惰哦，会去回收别人用过的巢。甚至连其他鸟类在去年用过的巢穴都有可能变成斑鸠繁殖的地方，这就是我们常听到的鸠占鹊巢的由来。从古代的《诗经》当中就能够见到古人其实也有发现这种麻雀有这样特殊的习性，才演变到了后来的成语，更一路被沿用到了现在。
这种动物啊，真的非常的可爱。但是你曾经有想过，这种动物啊，也是被人类当作一道佳肴的吗？在许多较为传统的地区，可能会看到烤小鸟的摊位，或者有人说航班嘎。根据资料也显示，其实许多烤小鸟的摊啊，这个食物当中呢，就是使用某些种类的斑鸠。但是使用野生动物的做法呢，在后来的世代当中也变得非常两极化。有些人认为不应该随意的捕捉野生动物，更何况是直接抓来吃。但是有些人是认为呢，这个是属于文化的一部分，我们应该要尊重传统。同时，他们也相信，在大自然的一切都是存在着有意义的循环。其实，人类捕食鸟类的文化在台湾也都一直存在着。根据自由时报的报道，省道台26线从前呢，就是以烤小鸟出名。在当时啊，有上百公尺的摊贩啊，都是在贩售野生的烤小鸟。早期啊，所使用的鸟类为伯劳鸟，后来保育的观念渐渐的兴起，这条街上的烤小鸟就慢慢变成了烤养殖的斑鸠，或者是常见的烤鱿鱼。后来政府也希望啊，把这种文化渐渐的转型，变成了其他的甜点，像是烤鸡蛋糕。之后啊，也陆续推出了其他的文创商品，翻新了这个地区的观光产业，重新让民众洗刷对于丰港这个地区啊烤小鸟的这种既定印象。今天的影片为各位介绍了日常生活当中很容易见到的鸟类斑鸠。其实我们如果仔细的去观察、仔细的去研究，还有很多不同的亚种，每一种的造型啊也都略有不同。今天的影片稍微做一些简单的介绍。斑鸠啊，也是在大自然当中很奇妙、很有趣，也是很可爱的鸟类哦。影片的最后也带大家一起了解了在台湾烤斑鸠的文化。虽然后来的烤斑鸠都是以养殖的斑鸠为主，已经比较少见到有人在外面直接抓斑鸠来吃了，但是现在看到这么可爱的鸟类，大众的心里啊还是会有一些舍不得。有别于一般群居性的鸟类，这种独来独往的斑鸠，有些人解释成孤独而独立的个性。到了繁殖的季节，斑鸠也会选择自己唯一的伴侣，并且共同的照顾幼鸟，完成他们在人生当中繁殖的重要任务，为下一代珍贵的生命传承血脉，并且让斑鸠这个物种在自然界生生不息，永传下去。我们今天就差不多介绍到这边啦，不知道大家对于斑鸠还有什么样的想法呢？也都非常欢迎各位在底下留言让我知道。如果还有什么我还没有介绍到的动物，也都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分享哦。喜欢我的影片的话，直接帮我按赞并且分享，也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才不会错过任何最新的影片。我是爱台湾的杰克，那我们就下一次影片见喽，晚安，拜拜。